大家好，我是姚恩娜，欢迎来到我的频道。Hi everyone, I'm Yaona. Welcome to my channel. For non-Mandarin speakers, you can turn on CC for English subtitle. Hi, 有没有觉得我今天穿的好像很慎重的感觉？因为今天我要来分享我2022年的年度爱用品。我知道大家可能已经在去年底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在分享去年的年度爱用品，但是那时候我就觉得12月还没有过完，我想要好好的让它过完之后呢，1月初再赶快分享给大家。而且因为是年度爱用品，代表我是真的喜欢它们，所以我想说那就穿得慎重一点来表示我对他们的喜爱。虽然好像看起来很有事，而且今天脸看起来很圆耶，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很多人的影片，年度爱用品可能有好几项、20几项之类的，但是我没有到那么多，我就是常见的类别，我就选一项。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先从保养类也开始看起。那第一个是化妆水，我知道我之前有说过哦，我觉得化妆水没什么必要。但是我那时候回国之前是周年庆，还是在前一年啊，忘记了。我妈就问我说：“啊，你想要什么保养品啊？帮你寄过去。”我就随便圈了几样，就说：“哦，第一选择、第二选择、第三选择。”我不可能叫我妈说：你一定要去帮我排队，一定要帮我抢到这一组什么的。”我就说，就是这几组其中一组就可以了。对，我不要求太多。然后那时候我就请我妈先买起来，然后我回国的时候再用。所以我妈就帮我买了 YSL 的。那时候我就觉得 YSL 保养品真的可以吗？而且又是疫情的关系，所以其实我根本都没有接触到什么太多的美妆资讯，我就不知道原来 YSL 的保养品进步到这种程度。所以我要推荐的是他们的仙女水。仙女水是这罐看起来有种贝壳光的瓶身，然后它很重，因为它是玻璃的。它其实有2种化妆水，我想大家有点搞不太清楚，因为它们瓶身都是这样子，有点粉粉的。但仙女水就是这一罐玻璃的，它是那个有分层的，它就是有一层油，然后其他都是水，所以你是用之前要把它摇匀的。它这瓶是有加酸的。市面上很多人是把它拿来跟兰蔻的极光水比较，那有些人喜欢极光水，不喜欢这个。但是呢，我觉得仙女水在我的皮肤上比较适合。然后我用这个用超省的，所以已经过了1年，我还是没有把它用完。我觉得它1年4季都可以用，夏天用很清爽，冬天用的话也不会刺痛。对我来讲啊，对我的皮肤。我的皮肤对于保养品比较没有那么的敏感，然后可以搭配他们的精华一起使用，我觉得用起来还不错。但是如果你皮肤比较容易敏感，比较怕酸会刺痛的话，我会觉得你不要把仙女水跟它的精华一起用。它虽然上面有一层油，它不会有那种油的感觉，就是把你的脸浸湿的感觉。我觉得我用它皮肤是蛮稳定的，我还蛮喜欢的。它的瓶身真的很美，每次用它就觉得一个享受的感觉。那下一项呢是兰蔻的绝对完美系列的玫瑰乳霜。我知道大家可能会期待看到正货，看到一个大瓶装的，但是那时候我也是想说先买来试用看看啊，看我喜不喜欢，因为毕竟是霜，我很怕霜的那种油腻感。所以我就想说，那网络上有人在卖小样，那我先买来试用看看，看看这个贵妇的保养品适不适合我。我用了第一次，我就觉得哇，好惊艳哦！它不是会让你用完之后，你会看到皮肤那种倍儿亮的感觉，或者是很水润，但是你隔天起来，你会觉得你的皮肤很细致。我这边吃蛋奶类的泛红也都会好转，有痘痘的地方擦，它也不会让你的痘痘更大或是爆痘，它会改善你原本肤况不稳定的地方。所以我就觉得哇，
就是可能那种泛红的痒啊，或者是痘痘不舒服，然后用它就是改善。然后你其他没有问题稳定的地方，那就是肤质会看起来更好，然后很细致、很滑顺的感觉。但是我自己会觉得，我每一天这样用，感觉皮肤会疲劳，所以我可能就是一个礼拜用3-4次，或者是我真的泛红到受不了了，我也会把它拿来白天急救的时候擦。夏天用的时候又不会有那种霜被闷住的感觉，然后冬天用的话也不会不够力。我觉得它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擦，就是我觉得这个价位有达到我的期望，所以呢，我也是推荐给你们。那再来的话呢，是这个理肤宝水的全面修护霜。我之前影片也就有介绍说，这个霜对我来讲就是任何的修护都可以用。你今天长痘痘，你今天脱皮，你今天除毛，然后男生刮胡子也可以用，你嘴唇干裂也可以用，你脸脱皮也可以用。我们这种爱美的皮肤肤况不稳的时候，你都可以用。我一定会在身边放一条全面修护霜，一种安心的感觉不能没有它。那再来呢，清洁类的话，我想要推荐 The Ordinary 的水杨酸面膜。我记得很久以前他们是不是有出水杨酸的精华？现在好像没有了，现在就会变成面膜。我那时候想说，哈，面膜，可是我想要每天擦，因为面膜的话，你一个礼拜只能用1到2次。然后我会觉得啊，万一我长一个痘的话，那我就不能每天擦啦。这个是你要在清洁完皮肤之后使用，然后建议是在晚上再使用。而且你清洁完之后，你要把皮肤按干，你再抹它，不然会很刺激。比较敏感的人可能敷这个面膜会觉得有一点点刺痛，毕竟是酸类。但是我觉得用完它之后，哇，那个粉刺轻轻一碰就跑出来了。你可能当下不会看到说，哎，我的痘痘好像有什么改善，但是其实隔天之后，你会看到你的痘痘是有缩水的，或者是它会更成熟，然后你可以把它挤出来。然后粉刺也很好挤，其实不要挤粉刺啊。但它有一个我觉得很鸡肋的点，就是它是没有办法一次把它抹匀的。你可能挤一坨，我都是先稍微抹开，不是均匀抹开，因为如果你这样一直这样一直这样一直这样，它就会变成屑屑，然后它就会一直被你推开。所以我都是可能这样子几圈，然后我就先去弄别的地方，然后别的地方也是这样几圈，再去另外一个地方几圈，然后呢再回来，从你第一个地方开始，你第一个地方你就要看哪里有一点被推开了，那你就再补。你要先上一层薄薄的，然后等它稍微有点干，你再回去再把它填好。它不像其他的泥状面膜，是你可以这样子啊，很轻松的就这样子一层。我现在有点挤不太出来了，但是它挤出来就是那种黑黑的，然后是那种泥膜的感觉，然后比较勾一点。但是它效果真的很好，所以我可以忽略它不好推匀的这个缺点，还需要再去买几罐来囤。那再来呢是兰蔻的眼唇卸妆液，我从大学到现在一直都很喜欢兰蔻眼唇卸妆液，我觉得它对我来讲是最好卸的，就是你有非常持久的唇釉，或者是防水睫毛膏，色素很重的彩妆都可以卸掉。它当然没办法，就是你就是开始这样抹啦，你一定要敷，然后再轻轻的把它擦掉这样子。而且它对我来讲不会熏眼，我觉得我的眼睛好像有一点点敏感，就是我也很容易戴隐形眼镜觉得眼睛干啊，或者是很容易常常觉得其他的眼唇卸妆液不小心跑到眼睛里面，会觉得很容易很熏很刺这样子。但是兰蔻的不会，兰蔻的就是一切正常。但是我可能会想要试试看别的眼唇卸妆液啊，但是还是会一直绕回来买兰蔻这一瓶。下一项呢是 Makeup Eraser 的卸妆巾，我买的是7个一组，有一个咖啡色现在被我弄脏了，所以我就想说先给你们看洗好的。而且我买的是这个现在最流行的这种土色系的，然后有黑的啊、白的、灰的这样子，每一天用，每一天看不同颜色，心情就很好。像现在冬天的话，
我个人是不会早上用洗面乳洗脸，那我就是把这个沾湿，而且它这样子插进去，然后我就是这样子，然后这样子，然后鼻翼啊这边把早上那个残留的保养品跟你一些自己的油这样子推掉。我曾经碰过一个皮肤科医生，我每一次去看他，他就问我说：“你是不是用毛巾擦脸？”然后呢，他都不看我，他就说：“你回去呢，先改善，不要用毛巾擦脸，再回来看我。”我就是觉得我白痴吗？每一次我都去，然后都被他这样骂。就是你可以在洗完脸之后，你就把它按干。这个卸妆巾，因为它这个毛很细，它不会扎你的脸，不会太粗糙，所以呢，我都会这样子，然后把我的脸按干。它没有办法到很干很干很干，但是它就可以把你的脸按到微湿这样子，然后你就可以去擦你的保养品。对，我觉得我好像有点是把它拿来当洗脸用的。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只用它来卸妆，但是它可以是我卸妆的辅助品，卸眼唇啊、唇膏啊。所以呢，这个呢也是我每天都会用的东西。带出去玩也很方便，你不想带那么多的话，你就是洗完脸你就把它洗干净，然后晾干。如果你弄得有点太湿，然后去晾，没有很快干的话，对，它还是会闻起来会有那种水渍的味道。然后这个清洗也很方便，你其实可以丢进洗衣机，跟你的衣服一起洗。那再来呢是化妆品类的，我想要介绍这一罐迪奥的再生花蜜系列的粉底液。那我买的色号是2N，就是我今天脸上这个颜色。我觉得它一上去的时候，它是蛮水的，因为有些粉底液是你这样子推开，你就要赶快先用海绵把它按开，不然它会立刻干掉。但是它这一罐不会，你可以可能先上2边，然后再去排开，它还是蛮水，蛮好排开的，不会这边就立刻卡一块这样子。它一上去，你不会觉得有收干的感觉，然后不会看起来很雾面。它其实是一个雾面粉底液，你再用蜜粉上去，它就会变得蛮雾的，然后不是那种干的雾，它就是一种那种柔雾感。但是它很持妆，我觉得它很持久。可是我比较不建议给干肌，因为它可能对你来讲会太干，会有一点点显死皮。我觉得它的遮瑕度大概是5-6成，所以你还是需要用一点其他的遮瑕来补助。但是我就是喜欢它很持久，然后我很喜欢它的妆感，然后它挤出来是香香的。你上到脸上去之后，那个香香的不会一直粘在你的脸上。我之前买的色号是EN，因为我用东西用很慢，我就没有用完就把它放到过期，然后又有搬家，所以我就只好把它丢掉。所以我去买了一个2手的，因为它现在已经4000多块了，没用完我就会觉得很浪费，不是价钱的问题，就是浪费。我觉得现在夏天越来越热了，那其实这罐应该也蛮适合干肌的。我就是喜欢它啊，我就是好喜欢它。虽然我觉得它的头这样卡在这里有点难挤，但是我也是可以忽略这一点，它好用就好。那遮瑕我就不讲了，因为我觉得我每一次录音，然后每一次都在讲说我多喜欢 NARS 的遮瑕，那我这次就不讲了，不然大家会觉得我一直在重复。那下一项的话，我就是讲植村秀蜜粉。我之前也有讲过，就是它上去是一个雾面感，它粉是这种白色的，但它又不会让你看起来死白死白的，它就是透明的蜜粉。然后你看它粉扑多美，然后粉也很好掉出来，粉质很细，我觉得是蛮持妆的，在我脸上是蛮持妆的。15克对我来讲真的可以用很久。对，然后整个看起来就很有质感，你用的时候心情就会觉得很好，就觉得啊，我每天都在用漂亮的东西上妆。然后这款蜜粉你想要用刷子或粉扑都可以。那再来是一项我上一集有讲过的眼影盘，就是 Patrick Ta 的粉红色眼影盘。对，我今天不想要多讲它，我会把链接放在右上角跟资讯栏，你们可以再点进去看。那下一项呢，我想要介绍的是 Armani 的纯粹。我这边手上我只拿了那个最经典的501，然后跟秋冬色212跟213，我觉得他们就是很持久，
不会在你的嘴唇上有那种手感的感觉。我不喜欢那种扒在嘴唇上的感觉。其实我比较没有在乎是不是连吃东西都不会掉，我觉得吃东西就是要把它先抿掉。我就是要专心吃，我没有办法思考说，哦，我必须要保护我的唇釉，我要保护我的唇彩这样子。然后你们也知道它的颜色就是多美，然后501就是很美的豆沙色，我觉得很百搭。212我觉得有一点点深，然后213就是美，美，那个颜色上去真的好美，我会觉得它可以让你的妆提升一个档次，就是你会看起来很有质感。虽然我没有那么多支，但是我真的还蛮喜欢他们的纯粹。那下一项是唇膏，是雅诗兰黛的 Pure Color MV Matte。我现在擦的色号是113，我想台湾是不是没有进这个颜色？我有点不太确定。然后它现在它的管身是长这样，很美的湛蓝色，这边是科的雅诗兰黛这样子，然后是磁吸式的。我今天擦的颜色就是这一个，有一点土，但有一点橘，感觉跟我的眼妆有点不太搭今天，但是呢，我就是想要擦这个颜色，直接给你们看。我不知道，我就是对雅诗兰黛的唇膏就是有一个，它对我来讲是小时候的记忆啦。我就是一直对于雅诗兰黛的唇膏有好感，我就是觉得女人就是要有一支雅诗兰黛的唇膏，所以我就选了一个土色的。我就觉得它包装很精致，唇膏又好擦。虽然它是雾面的，但它其实没有到那种非常雾，就是有一种柔滑滑顺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也很喜欢。我觉得这颜色是你有什么场合擦它不会出错的。那下一项是眉胶，就是我之前说，天哪，太惊艳了！这个眉胶真的可以好好把你的眉毛定住，真的也不太会乱动。我就是用眼唇卸妆液的时候，会把它这样推掉就可以了。如果你是一个会把眉毛弄得很完整的人，那你就是要先擦眉胶，然后再去用你的眉笔啊、眉粉啊之类的这样子。如果你是跟我一样眉毛很多的人，会觉得他们很失控，你就是需要你的眉毛好好站好的人，你就可以用它。它真的很黏，然后很定型。那我对它的惊艳度的评价，那这个链接我也会放在右上角跟资讯栏。那下一个是 Solon 的舒芙蕾海绵，它就是粉扑啦。我另外一个被我弄脏脏的，所以呢，我今天拿一个新的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是扇形的，它这样子很好，两只手上上去这样子拍，或者是其实我就会这样子把它对折，我就不用它这个了，我就是对着这样捏着，然后这样子上我的底妆。而且它好用到我有些时候会忘记我的遮瑕刷，就是我上完底妆之后，我就开始在我需要的地方上遮瑕，然后我就会继续再拿它，然后开始把我的遮瑕排开，然后我才会想说，哎，我不是要用刷子吗？但是现在用这个粉扑拍开，好像也很合理耶，就是它也不会吃掉我的遮瑕，它也不会没有办法进到那些边边角角的地方，就是它真的是除了粉状类的，我就可以用它来搞定我其他的妆了。因为我原本都是用淡，我想要增进我的化妆技巧，所以我就买了这个来试用看看。因为其实我不喜欢淡那种沾湿的感觉在上底妆，粉扑这种东西也是越做越进步，所以我就是想要让我自己更会化妆，我就买来试用看看。没想到我真的很喜欢，就会觉得不想要用其他粉扑。我每次抽屉一拉开来，我就是只想用Solon这个粉扑。那再来的话呢，有2个发品，第一个是这个 Dream Trend 果酸的护发精华，它是免冲洗的。天哪，我第一次用它的时候，我挤超少的一个豆子的量吧。那时候刚从欧洲回来，我的头发很干，然后我用它吹完头，我就觉得天哪，我都已经在台湾了，怎么还可以更干？
然后那时候它就被我冷冻了，我就觉得天哪，真的难用死了，什么东西啊！然后我就上网爬文，就是看大家都是怎么用这一瓶的。然后我就看到有人说啊，它都是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挤一大坨。然后我就看到，好吧，那我就再给他一次机会，那我就挤真的一大坨。我有点忘记我到底挤多少了，应该是至少半下，真的是一大坨，然后均匀的擦在我的发尾，然后再吹干，我就有种好滑顺哦，而且不会黏黏的，也不太会打结。它对我来讲，如果不小心碰到我的脸，不会跟油一样，有些会长痘痘。然后我就惊艳到，原来我之前都用错了。挤一点点的话，我反而是变得更干，所以是要挤一大坨，它就会让你的头发变得很滑顺。如果你是还会用冲洗式的护发，那你在用完那些护发之后，再用它，我觉得会更滑顺。那下一项呢是露华浓的梳子，这个红色好像看起来有点可怕。我买的是这一种直发梳。我原本有一个 wet brush， 它也是那种塑胶的，它塑胶上面都会有这种一粒一粒的嘛。然后我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wet brush 的那一个一粒一粒的，它就开始掉，一粒一粒的掉下来变一颗一颗的，然后所以它就是这样子尖尖的。然后我梳头这样碰到头皮的时候，我就哇，好痛，就是那种刮的感觉。我就想说，这个 wet brush 也太……因为一支梳子其实可以用很久，但是没想到 wet brush 这么的，就一下就坏掉了，而且一支还不便宜。然后我就去屈臣氏乱买了这一支，因为它有另外一个那种蛇形的，也是跟 wet brush 一样，就是它中间有中空的那一种，然后是很好湿发梳开的。但是我需要干湿两用，湿发也可以梳，干发也可以梳，而且有一些塑胶梳子梳完会静电，然后你会整个变得更毛，但这支不会。你看我这样子梳完，我头发没有变得更毛，一样很滑顺的，它很好梳开。梳头发的方式是你先从发尾开始梳，我就是这样抓着，先把发尾梳开，然后再往上啊，然后再梳，然后再梳，然后最后你再从头顶这样子梳下来。你不要一开始就从头顶这样梳下来，这样子是一定会打结的。你就是先把下面的打结都梳开，再慢慢往上，慢慢往上这样子。你看我这样梳完是不是很顺？没有毛。我不会在洗澡的时候梳头发，我都是洗完澡之后，然后用它，也不会觉得湿发的时候打结很难梳。但是我也是不会用梳子，然后这样子吹头发的人，所以其实我不是很确定它对于边吹边梳是有什么帮助的，这我不知道。但是我就是只管梳，要好梳，要很好把打结弄开啊。很多梳子也很容易这边囤积灰尘什么的，弄脏脏的。我可能买了好几个月，但我都还没有洗过好。等一下录完就去洗它，但是你看它现在还是很干净啊，虽然已经几个月了，而且这个也很好握，它有好几个不同的形状、不同的款式，都是很常见、常用的款式，可以去药妆店挑你们最适合的。好喽，最后一项呢？最后一项，我现在手边没有这个产品，它是 Molton Brown 的沐浴乳。这一个沐浴乳在 Look Fantastic 上面可以买得到，它是一个英国的牌子，它其实是沐浴胶啦，就是有点透明透明的。我很喜欢它那沐浴乳的味道，很香，也不会洗完会觉得皮肤很干，但也不会有那种一层膜的感觉。如果你要找那种非常味道持久的，它没有那么持久。但是如果你就是喜欢享受当下沐浴的那个香味，跟你洗完澡之后会有一种清香感的话，我觉得它很适合。但它一瓶好像是20几磅吧，但它有好多个味道可以选择，也有搭配的护手乳，现在应该是有出更多的东西了。但是我最喜欢的是他们的沐浴乳。那这一次的话，我就没有要介绍刷具了，因为我都是好用的，我就会一直用一直用，然后不好用的我就会卖掉啊，送人，就是会把它淘汰掉。
所以跟在我身边的刷子都是一些我真的用很久的东西，所以我就不推荐给你们了，因为可能现在可能买不到。那我希望呢，今年可以用一些不同牌子、更多不同种类的刷型来增进我的化妆技术。好用的都那几支，我就会觉得啊，我就一直用它们。但其实我也需要一些不同的细节刷来增进我的眼妆啊，来增进我的化妆技巧。那到时候如果有试到的话，我就会再跟你们分享。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希望你们喜欢。最后一样宣导善用环境友善的产品，跟确实回收。你不喜欢的东西，不想要继续用的话，可以送人、捐给弱势团体、上网拍卖或是义卖。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想支持我的话，请帮我按赞、分享、加订阅。那我们下个礼拜见。